戴着军帽，扎着武装带，背上扛着那个大刀，真的大铁刀啊，大板刀、红砚枪和真的步枪，压着几个人，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从下街朝上街走来巡街。这么看着看着，压在前面的那4个人，其中一个是像我爸呀，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挂着一个黑牌子，反绑着走在最前面。煤矿的一个造反派，抱着一个歪把子机关枪。我第一次认识歪把子机关枪，是从这一刻开始认识的。抱着一个歪把子机关枪，他后来点酒，抱着来，往我们家那个门槛，土家庄都有个木头门槛，门槛上一架，枪口就对着我们的房室内。爸，妈叫我来给你送水来了。爸也腾不出手来，就喊快去快去。旁边的那个压他的那个革命战士，就把那个水瓶就接过去，拧开，自己咕噜噜喝了，嘣，瓶子就碎了。那玻璃破碎的声音响了我一生，仇恨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再问这个父亲这部分啊，刚才那样的问责，您觉得他在自己多少个夜晚他会有过这样的走到这种反思的状态下呢？还是到最后在病床上他人之将死，他就完全回归人的基本的这个本性的时候，他才有过的这样的思考？还有您母亲说过这个事情吗？我父亲的思考，我认为是远不如我母亲深刻。我母亲虽然投身于共产党，当然可能最初她也写过入党申请书，因为她的国军老爹的原因，她始终没有入到党。那么到晚年呢，他是彻底的放弃了共产党，所以我母亲一生不是党员，而我父亲属于那种参加革干过后就积极向党靠拢的、要求进步上进的那种青年革命者。他可能最初他是真的在认为在干一件消除那个人间不公因为共产党早期的很多领袖也都是这样的，都是地主家庭都是资本家家庭他们真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博学真认为要为了一种就是白左新左的现在那些理想，为了公平为了正义在战斗。他有可能他的青春时代是这样。那我父亲很快就成了党员，很快就成了党的区委书记。当他的死的时候已经是县委书记这个级别的了，就是管整个交通运输区党委书记，他都跟胡耀邦这些都合个影胡耀邦他们到人事区都要跟政处官员在一起合个合影所以他跟共产党的这个关系，他是真正的出于一种信仰。年轻的时候有可能，那在历次运动中间的被整肃被迫害被批斗都还不，我认为我父亲都没有彻底的觉醒。但是也可能他觉醒从来不敢给我们孩子传递，因为他很早开始就知道他养了一个浑身反骨的儿子。我的反骨是很早就暴露出来了的。你当年出生在山洞里，那个时候母亲是右派，父亲是铁厂厂长。你的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也可以说我的出生
拯救了这个家。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大姐是55年出生，那会儿母亲还不是右派。57年的时候，我母亲怀上了我二姐，然后被打成了右派。那种受气、那种痛苦之中就早产。我二姐才7个月，怀孕7个月就生下来了。据我外婆以及很多叔叔阿姨讲我二姐生下来就像个小猫，就这么大一坨，不足月，就是生命在子宫里面都还没有发育完整。但是中国老百姓总结的这些话是真有道理。中国历代接生婆有一句话叫“7活8不活”，真是奇怪，7个月生下来的能够活，反而8个月早产生下来的活不了。足月的那就不用说了，那理性上都要活的。所以我二姐就是7活8不活，7个月生下来活下来的人，那就是连洗奶的能力都没有，都是靠喂米汤，我外婆喂米汤把她喂大的。好，1年生2个女儿，母亲又被打成右派，那父亲就很是不舒服。一个是认为我母亲脾气太坏了，你不去得罪人，怎么会打你做右派？你要你不去提你意见，我是他妈的，我就是厂长，你还非要去提意见，两口子肯定吵架嘛。第二，土家族嘛都是重男轻女，连生2胎都生2个女儿。好，这还不说，60年终于生第3胎，是个儿子。那我父亲高兴了，终于有个儿子了。结果儿子可能得点小感冒，母亲抱着，就那个铁厂也有个医务室嘛，铁厂医务室来的医生都不是学医的人，都是共产党的那种直角医生，可能是，这是我后来推断，就是打消炎药都不做皮试，打青霉素都不懂还要做个皮试这个道理，一针打下去就把我那个哥哥给打死了。好不容易生一个少爷，一针毙命，那我父亲就更怨我母亲了。你这个妈怎么当的嘛？那于是我父亲就出轨了。这都是后来我们已经长成大人，我母亲在我面前投诉我父亲的时候，说我父亲跟那个当地的一个女裁缝2个搞到一起去了。然后在这个家岌岌可危、风雨飘摇的时候，我母亲怀上了，生下来又一个儿子，我就像是我哥哥转世而来的，填补了这个家的空白。父亲那会儿铁厂虽然垮了，儿子终于出生了，喜笑颜开。裁缝也不要了，裁缝也不要了，可能还是我妈还是有点厉害，不敢要。这就是我说我几乎拯救了这个家庭。我先说小时候，我的有记忆，我可能算比较早会的儿童，就是我几乎来到汪印是我的2、3岁，这个是没有记忆的时代。我怎么被人乡民们挑着担子放在那个竹篓子里边挑到汪印来的，那都是大人的讲述，对我来说没记忆。但是我的记忆的起点就从汪印开始，在那个吊脚楼上住着，土家族的吊脚楼，那我就有断片的一些记忆，那是文革前的短暂的美好时光。父亲在煤矿当着矿长，母亲虽然是右派，在供销社当着会计，那叫双
双职工家庭，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小镇上，一个双职工家庭，且还是一个官员的，我父亲的级别并不低，行政级别在当年他是19级，19级那会儿，每个月有70多块人民币，那在整个那一方是最高收入。我母亲因为打成右派被降工资2级，那会儿打右派过后都降工资，有的降4级，我母亲降了2级，那会儿也还有40多块钱。我家里一个月有100多块钱的收入的话，在那个小镇上那不得了的。那所以说，在我的文革前的那个断片记忆里面，我外婆带着我们3姊妹妈，那个父亲呢是隔1个星期或者半个月要回镇上一趟，煤矿也是10几里远那会儿，那我父亲的煤矿煤矿是有车的。虽然他没有坐小车的资格，但是煤矿是有车队的。那会儿解放牌、嘎斯牌，那我父亲都是坐着车回来。那一镇一街的孩子都是神往的这个家庭啊，他爸是当大官的啊。所以说，从小我身上是有优越感的，在乡村孩子里面啊，穿的比人家好，吃的比人家好啊，再就是。我母亲，包含我外婆，她还是我们用个那个俗气点词说，她是有高贵教育的人。我只举一个细节，在那个小镇上，我作为一个孩子，每天睡觉之前，就黄昏的时候是要洗屁股的，在乡村是没有这个规矩的。乡村能够洗把脸的家庭就算讲究的家庭了，而我那会儿已经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到了天黑刚刚要黑不黑的时候，就外婆就烧好了半盆温热的水，家里宅嘛，都是端到街沿上一放，自己穿着开裆裤，说自己洗，自己就当街露着那个童年的屁股白晃晃的在那儿擦洗屁股，这个在成为一个街上的风景，真是觉得好奇怪，他们家人还洗屁股。我把这个细节用到了我后来的小说中去了，这代表着一种文明教养。为什么您说这洗屁股，我一直在笑呢？我外公外婆也是地主家的孩子，从我小时候，我从生下来的记忆，就是我的人生记忆，就我们家的生活方式里，孩子睡觉前是一定要洗屁股的。在我爸的嘴里，就是我们家我姥爷家就叫地主阶级本性，但我认为这个地主阶级本性就是代表的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嘛。对，这个就像有教养的家庭，他的孩子不会随地吐痰，这个就都是从小养成的。我直到上小学1、2年级过后才有羞耻心。当大人再命令我端一盆水去当街洗屁股的时候，坚决不干了。那个，因为同学会取笑的，在一个落后愚昧的社会里面，文明的行为是反而要被取笑的。是的，这个就是当其他人都连洗脸都不洗的，像我那些小伙伴们，可能一年洗一回澡。恨不得1、2个月洗一次脸。那会儿又没自来水的时代，都是要去井里面、河里面打水、淡水回来。那你这个你们家竟然还要洗屁股，那当然你是全街的人都觉得是稀奇八怪的事情。那我的反骨紧接着就像我4岁的时候文革爆发。文革给我的第一个画面，知道出了天大的事情，就是突然有一天，我4岁的孩子，我有记忆了。我在街面上玩的时候，从下街开始口号震天，
排着4列纵队，戴着军帽，扎着武装带，背上扛着那个大刀，真的大铁刀啊，大板刀、红砚枪和真的步枪，压着几个人，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从下街朝上街走来，巡街，口号震天，步伐那个整齐，在烈日下，对一个小孩来说，这简直是太从未见过的画面了，震惊了，好好看了，电影里面，那会儿我们看电影都极少啊，香港，一点点走近，好热闹，小孩就追着看，追着看，怎么看着看着，压在前面的那4个人，其中一个是像我爸呀。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挂着一个黑牌子，反绑着走在最前面。这不是我爸吗？因为他这个打扮，平常我爸回来人五人六的，是另外一个正派的形象，怎么今天出现一个小丑的形象呢？总之，我那会儿只觉得戴个高帽子的人很好玩。那个刀都是磨得锃亮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马刀。队伍走过来，我看见了，追着跑了一阵，然后飞快地跑回家，那个跑回我那个吊脚楼。一进屋，我婆婆就为生感情最深的这个老人，我外孙。我直接就扑到婆婆怀里面，拉着她的手就往外跑。我说：“婆婆，快跟我上街看了，太好玩了！我爸爸今天戴了个高帽子。”只见我婆婆，要平常我拉着她往街上跑，我婆婆都会跟着我。我婆婆太爱我了，我婆婆小脚女人嘛。那天她突然她不动，把我强行的抱在怀里，就搂着，一脸悲伤的样子。他平时非常慈祥的一个人，一脸悲伤的样子。小孩还是对大人的表情有直觉的，就觉得有点。再一看，我妈，因为房子就这么大一间房子，我妈坐在另外床边的一个椅子上面，在流泪。2个姐姐坐在床上，照着她。我突然一下觉得这个家庭气氛怎么是这样的？小孩4岁的不敢动了，立马意识到这个爸爸这个不是个好事儿，一定是一个祸事儿，但是不懂。在接下来的运动中，父亲经常被押到街上来游斗，开始抄家，开始立马意识到，灾难降临我这个家。我应该就是从这一刻刻骨铭心的进入我的记忆的，就是我的父亲戴着高帽子压上街的。然后有一次，因为是夏天，应该就是66年、67年的，那是我应该最激烈的时代。我的父亲被押到街上来，那个时候每个小镇都需要修一个灯塔园，这个灯塔就是仿的延安那个宝塔山的那么一个修个灯塔，灯塔就有了阶梯。修这个阶梯，灯塔上面呢就是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四面就这4条标语。灯塔有那么3到5级的石阶，修来主要是干什么？批斗，开批斗大会，因为被斗的人要压到最高处，让大家周边的人黑压压的人群看得见。所以说每个街的小镇的街心都有一个灯塔，
我父亲就被压在那个灯塔上，弯着腰挂着牌子，沉重的木牌子，铁丝勒着，在那儿批斗。革命群众就是在发言隶属他的罪恶啊，烈日炎炎呐，即便我们山里的夏天，它还是有很热的时候。我母亲是不敢去的，她一个右派，在家里用一个玻璃瓶子，那玻璃瓶子我都记得很清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叫宝塔糖，宝塔糖瓶子，宝塔糖是驱蛔虫的，那个药就像宝塔一样的糖可以吃的，那个每家每户，因为那会儿都买不起那种杯子，都拿那个瓶子拿来装茶水下去。我母亲就弄了一瓶子凉茶，让我姐姐大姐带着我去给我父亲送口茶水喝，太热了。我母亲不敢去看我父亲被斗的场面，她去了只有更被羞辱的可能了。那我大姐大我7岁嘛，她是懂事了，我还不懂事，我那会儿就大约5、6岁了。我大姐就牵着我的手，抱着瓶子，走到那个人群外，那整么一个乡镇批斗大会，它也是里3层外3层，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了。我大姐毕竟是少女了，少女是有羞耻心的，走到人群外就不敢往里面挤进去，她没那么个勇气，说弟弟，你从大人脚缝里面钻进去给爸爸送水。我那是5岁左右的孩子根本愣头青，一说给爸爸说，拿着水就往那个人群里面，鬼精灵一样的挤钻挤不钻，就钻到了宝塔那个灯塔员的脚下，抬眼望去就是我父亲弯着腰，眼睛就看着我的，你四目相对，父亲就低语不断的做眼色，意思就是你走吧，因为他手是被反绑着的，他根本没有手腾出来可以取茶水喝，而且他嘴唇在动，他不敢大声说，就是低语，快回家，就这个声音。我那个小孩完全不懂事，而且我在街上属于那种混不吝，我就把那个茶水那个盖子都没打开，我就递上，爸，妈叫我来给你送水来了。爸也腾不出手来，就喊快去。旁边的那个压他的那个革命战士就把那个水瓶就接过去，拧开，自己咕噜噜喝了，嘣，瓶子就是碎了。那玻璃破碎的声音响了我一生，仇恨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并不懂文革，并不懂当权派、走资派、造反派，但是我懂得，我跟我父亲送的茶水被你喝了摔了，这是一个私人恩仇的事情。这是真正的私仇所以私仇是在5岁的时候，不是跟这个政权种下。然后紧接着，因为那时候的记忆都是片段的，你无法连贯的说出哪一年哪一月了。然后紧接着又一次，我父亲来游斗完了，斗完了，看完批斗大会还是放人回家，就让我父亲回家，而且回家是有要求的，这个高帽子取下来抱回家，不许损坏啊，明天还要用的。父亲抱着高帽子，小心翼翼的回家来，回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怕孩子去玩把他弄坏了，第二天他要挨打。进门就警告我，这个东西不许动啊，动了我要打死你。看我往那儿一蹲，就坐在家里被捆了，斗了一天，多辛苦啊！坐在椅子上歇气。我外婆就在烧饭，准备一家吃饭，气氛很凝固。哎，这个时候去煤矿的一个造反派，抱着一个歪把子机关枪，我第一次认识歪把子机关枪，是从这一刻开始认识的。抱着一个歪把子机关枪，他喝了点酒，抱着来，往我们家那个门槛，土家庄都有个木头门槛，门槛上一架，枪口就对着我们的室内，就站在我们家门口，正麻着，你他妈的哪一次怎么样？你他妈的哪一次怎么样？满嘴脏话。我父亲铁青着脸，一脸麻子，铁青着，低头不语，一句也不辩解，一句也不敢回答，因为他喝了酒的，那弹匣都插着，那一家上有外婆，下有3个儿女，母亲在边上都不敢作声。你要去跟他一发火，他那个酒鬼，他妈的端起枪来一扫，一家人就没了。文革这样打死人的多了去了，连北京都打死那么多人，更不要说我们这种土家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父亲一声不吭啊。我大姐那会儿少女，还是有点忍不住了，又是学生嘛，大姐就回了一句，轻声回来就是说。你不要骂人嘛，因为脏话，那个我们那地方的脏话也是很脏的。我大姐就回了一句，还没等那个造反派发好，我父亲狠狠地瞪着我大姐，说：“闭嘴！”大姐赶紧不出声。等他那个人骂完了，再抱着机关枪走了，这个画面让我记恨了一生。这个画面记恨的我更牛，这就是我这种我们沈从文先生说的游侠之脾气天生养成的。我一个5、6岁的少年记住一个成年人的脸，那我是足够了的。美国都有电影写的类似的故事。很快我上到初中，我就弄清楚了，这个人叫周银生，连他姓名我都弄清楚了。但是这个人去了哪里？后来我去煤矿，这个人已经不在煤矿了。文革的中期就被煤矿开除了。这个讲文革史的时候，我再来讲，其实有很多造反派在文革中期就又被报复了，被开除，找不到他人了。当我19岁大学毕业，回到利川教育局工作了。我是一个教育战线的大学生，那会儿很稀有的大学生。然后工作了大约1年左右，20岁的时候，那正是我怎么说，青春烈血称王称霸、打架斗殴的最火烈的时代。突然我有一天喝了酒，回我单位的要穿过一个小巷子，在小巷子我远远看见一个男人，已经非常狼狈的那种，有点佝偻的腰，穿着破烂的衣服，在夕阳下，在夕阳下一个老男人，我20岁，那个时候他应该其实也就50岁左右。我看见他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那个在我童年时代架着机关枪指着我们全家恶骂，吓得我在我外婆的怀里真正颤抖，一个孩子。
我为我在我外婆怀里的那种颤抖、那种恐惧，羞愧了一辈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大步子真是毫不留情的，直接冲上去，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上，骑在身上一阵暴打。我年轻的时候就像我父亲年轻的时候那种血性出来了。那个人完全不知道这场暴打来自于什么，他习惯性的按我们乡里面的人碰到这种暴力事件，他就喊抓抢犯了，抓抢犯了，就抓抢劫犯。他一个穷的叮当响的人有什么可抢的？他就高喊抓抢犯，他无非是想吸引那个市民们的来营救他们。他一边喊我一边打，打完了没有一个人上去，我扬长而去。哦，终于这个仇我报了。报了，我还是搞文学的人，还是好奇。那会儿我已经在写诗了。原来这个人就住这一片街区这个小巷子里面，我就回头去侦查。哦，找到了他的破房子，也养育了3、4个孩子。自己被煤矿开除过后，去拖板车，就是从采石场拖石头下山来卖给那些建筑工地。然后那个是个很危险的工作，那个板车拖满车的石头很重，下坡的时候很不容易刹住车，一刹不住车的时候一打滑自己摔倒，板车就从他的腿上2段，把他的一个只脚骨折了又治不又没钱治，就变成一个有点瘸的瘸子，从此生活的一塌糊涂。那我又觉得我对他的私人的抱负已经了结了，而回头看他是一个被毛泽东玩笑了的一代人，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闹革命，起来打倒官僚，并没有什么错。中国确实就是这些官僚他妈的，连我父亲在内的官僚都是共产党的帮凶。他们起来革命，起来批斗像我父亲一辈的官僚。我只能说站在私人立场上，我认为我父亲是一个好官僚，勤勤恳恳，受气受累，不贪污不腐败。但他为之服务的这个政党，这个邪恶是无数个邪恶造成的，这些底层人民的饥寒交迫、死亡无数灾难，那是该他们要承担这种报复。我父亲只是一个分担了这个民众的愤怒。这个丝绸一了，从公筹的角度，我对这个人充满了同情，充满了理解。我再也没有去伤害过他。